9月中旬的台湾中部，大肚山上的热气蒸腾的让人视线有些扭曲。虽然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秋季，但副热带季风气候的残余威胁显然还莫打算放过这座校园。阙恒远站在名为目光复合式精品咖啡厅的后台休息室镜子前，极其细致地调整着自己的衣领。他身上穿着一件质地柔软但剪裁极其贴身的纯白棉质衬衫，领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面一颗，刚好卡在锁骨上方那道精致的凹陷处。那张脸蛋在休息室略显昏暗的黄光下，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白皙。他微微皱起好看的眉毛，修长的手指理了理黑色的短发，确保没有任何一丝杂乱。一个男人如果在外表现得太过随意或衣衫不整，只会被贴上不检点或刻意勾引的标签，更何况他很清楚自己这张脸会带来多少不必要的麻烦。他深吸了一口气，将黑色的工作围裙系在腰间，确定绳结绑得端正且牢固，才转身推开休息室的木门，走进了冷气运转的有些低沉的咖啡厅前台。柜台旁的制冰机正发出规律的运作声。现在是下午2点，店内的客人并不算多，大多是附近大学刚开学出来消磨时间的女学生。当阙恒远出现在柜台后方时，靠窗机桌的女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停下了交谈，黏腻的视线像是装了磁铁一样，若有似无地在他身上打转。有些大胆的甚至一边吸着冰美式，一边对着同伴挑眉，低声说着些让人听不清却感到刺耳的评语。阙恒远佯装不知，垂下眼睫，修长干净的手指开始整理收银机旁的发票纸卷。哎呦，我们的大帅哥今天也穿得这么保守啊！一个带着笑意且略显粗俗的女声从旁边传来，走过来的是今天排到同时段一起打工的上官宇。他身上松垮的套着店里的工作服，双手抱胸靠在制冰机旁，用一众极具侵略性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阙恒远。上官宇一边用手指卷着自己的发尾，一边啧啧出声：今天店里冷气开得这么强，你连脖子都护得那么紧，真的不怕长痱子吗？恒远，我说你啊，现在的大学生哪有像你这么死板的，多解开2颗扣子，这店里的业绩保证翻倍，老板娘说不定还会给你加薪呢。阙恒远转过头，精致的脸上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只是礼貌而疏离的淡淡开口：上官宇同学，店里的规定是仪容要整洁，我认为这样最符合工作规范。如果你有时间关心我的衣服，后台那一批刚洗好的玻璃杯应该需要有人去擦钱。他的声音清冷如泉水，在炎热的午后显得人格外清醒。上官宇被他噎了一下，却也不生气，反而笑得更开心了。男人越是表现得像一朵高不可攀的冰山雪莲，就越能激发女人内心的征服欲望。他往前凑了一步，正想再调侃几句，后台的门却再次被推开来。走出来的是岳映兰，她正抱着一箱刚从仓库搬出来的进口咖啡豆走进前台。身为大2市绝传达设计系的学生，她身上总带着一种搞艺术的叛逆与自信。虽然同样是这家店的打工同事，但岳映兰在店里的存在感一向极高。她顶着那张在视传系被公认为校花的漂亮脸蛋，随意地将一头利落的短发拨到耳后，走路时带着一种大方且毫无拘束的气场。他将箱子沉重地放在柜台下方的置物柜旁，拍了拍手上的灰尘，那双锐利且带有笑意的凤眼淡淡地扫了上官宇一眼。上官宇，既然知道后台有工作莫做完，就别在这里挡路，店里的咖啡豆要补了，你不去帮忙，在这里钓戏才精细的乖学生做什么？岳映兰的声音带着一种特有的磁性与爽朗，虽然是在对上官宇说话，但那双漂亮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阙恒远。上官宇耸了耸肩，有些无趣的撇撇嘴：好啦好啦，视觉设计系的高材生都发话了，我这就进去，你们聊，我不打扰你们培养同事感情。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阙恒远一眼，转身哼着歌走进了后台。前台的空间顿时只剩下阙恒远与岳映兰2个人，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研磨咖啡香气与冷气房里特有的干燥感。岳映兰好整以暇地靠在柜台边，单手托着下巴，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正在擦拭咖啡机的阙恒远。他看着阙恒远因为专注而微微抿起的薄唇，以及那侧脸线条，眼神抵触闪过一丝志在必得的玩味。阙恒远，
岳应兰轻声唤他的全名，尾音带着一丝慵懒的勾人。岳应兰同学，有什么事吗？阙恒远停下手上的动作，转过头看着他，语气依旧保持着客气。没事魔，只是觉得你今天这件衬衫的材质挺不错的，很贴身。岳应兰一边说着，一边伸出修长的手指，看似随意地帮他理了理围裙在腰间的缎带。他的指尖带着微微的温热，隔着薄薄的棉质衬衫，极其轻柔地擦过阙恒远的腰际。那重带着暗示性的肢体接触，让阙恒远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僵硬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拉开了彼此的距离。谢谢，这只是普通的衣服而已。阙恒远垂下眼，试图掩饰自己因为这份唐突而泛起一丝微红的耳根。他很清楚，岳应兰对他的兴趣早就超越了普通同事的范畴。他经常利用工作的空档对他进行着重游走在边缘的试探，直白而大方，让他总是防不胜防。岳应兰看着他往后缩的动作，不怒反笑。他越是这样害羞与矜持，在他的眼里就越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好风景。你啊，每次都对我这么防备，明明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3个月了，连下班一起去逢甲夜市吃个晚餐都不愿意。难不成你还怕我把你吃了？他眨了眨那双精致的眼睛，语气里满是调侃。正当阙恒远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份过于直白的主动时，咖啡厅大门上的风铃发出了清脆的叮咚声，一股夹杂着外面湿热气息的风随着推门的动作涌了进来。走进来的是大3期管系的学子岳清河。身为学校学生会的核心干部，岳清河在校园里是出了名的女强人。她顶着一张如雕刻般的美丽面孔，神情充满了属于上位者的自信与干练，一头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扎成一个高马尾，随着她走路的步伐在身后有节奏的晃动。她脚上踩着一双精致的低跟皮鞋，走在咖啡厅的木质地板上，发出沉稳的声响。在这个世界里，像岳清河这样有能力、有手腕且外貌出众的女性，无疑是所有男性仰慕且敬畏的存在。岳清河一走进店里，那双锐利的眼睛便精准地锁定了站在柜台后方的阙恒远。尤其是当他看到岳应兰正靠在柜台旁与阙恒远说笑时，秀眉微微一挑，眼神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他迈开修长的双腿，直接走到了收银机前。下午好啊，学弟。岳清河开口，声音成熟而优雅，带着一众让人无法忽视的压迫感。岳清河学子，下午好，请问今天需要点些什么？见到熟客间学校的传奇学子，阙恒远暗自松了一口气，连忙上前熟练地操作着收银机。相比于岳应兰那重带住艺术家随性与直白的攻势，岳清河的追求方式则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且具有掌控欲。他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店里，风雨无阻。老样子，一杯冰美式，不加糖。岳清河一边说着，一边从精致的名牌皮夹里掏出信用卡。在递出卡片的那一瞬间，他并没有立刻松手，而是用那修长且擦着淡雅指甲油的手指极其自然地覆盖在阙恒远正要接过卡片的手背上。他的手指有些冰凉，但在碰触到的那一刻，阙恒远却觉得那股凉意仿佛带有微弱的电流。岳清河微微前倾着身子，成熟的香水味顿时弥漫在两人之间，那双精致的眼眸紧紧地盯着阙恒远那双略带慌乱的眼睛。岳清河的语气平静，但话语里的暗示与主导权却是不容置疑的。开车送落单的男大生回宿舍，并且邀请对方看夜景，已经是极其露骨的追求讯号了。坐在一旁的岳应兰看到这一幕，凤眼微微眯了起来，她伸出一只手，毫不客气地搭在收银台的边缘，打断了两人之间那重微妙的氛围。岳清河学子，恒远今天晚上的班排到了9点了，等下他还得帮忙清点库存，恐怕是没有时间去参加学生会的高级聚会了。更何况大肚山上的晚风挺大的，恒远身体薄，要是吹感冒了，明天店里可就少了一个得力助手。岳应兰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岳清河，语气里带着不加掩饰的火药味。同为是顶级掠食者，他们俩在校园里各自有各自的领域，但在面对阙恒远这块精致的猎物时，谁也没有打算退让。岳清河缓缓收回卡片，修长的手指优雅地放回身侧，他转过头，
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冷漠眼神看着岳应兰。岳应兰同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工读生的排班表似乎是由店长决定的，而不是由你。再说，学弟有没有空，应该由他自己回答，而不是由一个别科系的打工同事代劳。两位顶级美女在柜台前四目相对，空气中的火花几乎要将冷气房的温度点燃。周围几桌的女大学生注意到这里的动静，纷纷露出兴奋的表情，一边交头接耳，一边看着这场属于女人之间的修罗场。而被围在中间的阙恒远只觉得一阵头疼。他身为一个男人，面对两位强势女性的争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绝对的中立与防守。岳清河学子，岳应兰同学说的对，我今天晚上的却需要协助清点库存，所以恐怕无法前去聚会。谢谢学子的好意。阙恒远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而坚定。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刷好卡的小票与信用卡双手递还给岳清河，眼神刻意避开了对方的注视。岳清河接过卡片，看着阙恒远那副努力保持矜持，耳根却微微发红的模样，眼底的不悦渐渐淡去，反而染上了一丝笑意。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勉强了。不过学弟，下周一的那堂通识课报告，听说我们被分到了同一个小组，到时候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单独讨论进度。说完，他端起刚做好的冰美式，对住阙恒远优雅地笑了笑，转身推门离去。风铃声再次响起，留下一阵淡淡的香水余韵。岳应兰看着岳清河离去的背影，冷哼了一声。他转过头看着阙恒远，双手抱胸。什么通识课报告？你跟他选了同一堂课？是台湾近代社会与文化，那是大一到大四的混选通识课，分组名单是系统随机抽签的。我也是今天早上看到通知才知道。阙恒远无奈地解释着，随手拿起抹布继续擦拭着已经干净的发亮的桌面。是吗？岳应兰的嘴角突然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那还真是巧了，因为我也选了那堂课。看来我们下周一在教室里也有的聊了。听住岳应兰的话，阙恒远心里泛起一股不祥的预知感。这个开学第一周的午后，虽然店外的阳光依旧炙热，但他却觉得自己彷佛正一步步走入一个由这些女人所编织的巨大围猎场中，而他唯一的防线只有身上这件扣得紧紧的白色衬衫。